我高中的时候，大乐透那时候刚出来，我那时候就梦到电视在开奖的号码，结果当天开奖真的就按照开奖的顺序开出来了。Hello， 你好吗？我是 BB。最近啊，我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我问大家说有没有做过预知梦呢？结果没想到有61%的人都有做过预知梦耶，有23%的人说他没有做过预知梦。我觉得这个结果真的是超出乎我意料的。我一直想说应该只会有20%到30%的人做过预知梦吧，结果没想到有61%耶。如果你也有做过预知梦的话，你要知道你并不孤单哦。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观众留言的预知梦吧。这故事有点小哀伤，他说以前我梦到有一个亲戚在40几岁的时候过世，是因为生病过世的。那时候我还很小，只觉得这样的情况不太现实吧，怎么会只活到40几岁呢？太年轻了吧。长大以后我梦到的那个亲戚真的是这样子，真的在40岁出头就癌症过世，而且重点是他们办丧礼的地方竟然就是在我梦境里面的那个空地，而不是在他们家外面哦。觉得梦到这个好可怕。好，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预知梦，虽然说有一点哀伤，祝福他们。他说多年前我梦到我变成医院的护士了，在梦里面我听到有人说有一个出国深造的同事要回国了，当下只觉得天哪，我怎么就变成护士了呢？梦醒之后过没多久就听到有同事说去国外打工度假的那个同事要回公司了，就是我梦里面的那个人。但是我现实的本业不是护理师，所以这个梦大概是分成2部分啦。梦到同事要回国是正确的，可是他不是护理师。这个地方我也不确定会不会说以后就变成护士了呢？还是说你会认识什么护士朋友呢？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事情混在一起变成一个梦。再来他说我2次怀孕之前都有先梦到自己怀孕，而且也有梦到生产的方式。第一次是在我怀孕的前半年，那时候我就梦到自己怀孕，而且剖腹生产，结果我的第一胎真的是剖腹生产的，而第2胎是在怀孕前1个月就梦到的，隔没多久就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他说高中升学考试的前1个晚上，我梦到自己忘记带准考证，半夜惊醒，赶快起床把准考证放在桌上，可是结果隔天还是没有带到，所以真的忘记带了。这个的确是一个提醒的梦，就是不要忘记带准考证，可是他还是没有带到。好，其实我也有一个很类似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有一次要去日本玩之前啊，我就梦到自己没有搭到飞机，飞机已经飞走了，我就站在那边非常错愕，竟然已经飞走了。醒来之后我就想说，这该不会是在暗示我会错过飞机吧？我怎么能错过呢？我不可能会错过的。因为在之前我有蛮多错过飞机的经验，所以这次梦到这个梦，我就想说我不能够错过飞机，绝对不可以。出发的当天呢，我就一大早就跑到机场去，飞机是下午2、3点的，可是我一大早8、9点就跑到机场去，想说这样子就绝对不会错过了吧。我到柜台 check in 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一直找，就是找不到我的资料，我就拿给他看我的电子机票，结果你知道是怎样吗？真的很白痴。原来是我买错时间了，当天是3月20号，可是我买的是2月20号的飞机，超白痴的，那个飞机已经飞走了。他就跟我说2月20号当天你没有来哦，我们叫你没有来哦，所以我整个是买错日期，所以就跟我梦里面一样，飞机真的飞走了，我就只好当场重买一张机票。这个不算是改时间，因为我是买错日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补一张给我，我就只好当场重新买一张机票，真的超白痴的。这位观众他说，英国女王去世的前2天晚上，我梦到了我在一个西方国家，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我走在路上，当时还不知道我是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突然抬头看见天空有2架飞机就在我的眼前直直的从天上掉下来，场面非常震撼。然后我一转头看到我身后是一个咖啡店，有一个人坐在户外用餐区用电脑看新闻，新闻的标题就是我国新的女首相一上任就遇到了重大事件，我就知道我是在英国。醒来之后我就觉得英国会发生大事，当时猜测可能是自然灾害或是空难之类的，结果没想到是英国女王去世了。
好，飞机掉下来的那个画面其实有点像驾崩的概念，所以这也算是隐喻的预知梦。哇，这个超厉害的。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大乐透那时候刚出来，我那时候就梦到电视在开奖的号码，可是隔天起床我只记得前面4个号码，我叫家人去帮我买，结果当天开奖真的就按照开奖的顺序开出来了，我中了前4个号码，这应该也算是预知梦吧？绝对是，这是非常厉害的预知梦，超多人都希望梦到这种梦的，很厉害，这个能力可以培养一下哦。他说在我大约20岁的时候，我的外婆刚去世，也完成了丧礼。某一个晚上，我在梦中跟当时还健在的爸爸倾谈，他说那些丧礼的花不用丢掉，很快就会有用。结果没想到爸爸在1个月内也去世了。这个梦除了预知梦以外，它也是灵魂跟灵魂之间的对话，就是你爸爸的灵魂在梦中跟你讲话，想要先提示你他之后可能会离开的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其实灵魂是永生的嘛，所以爸爸的灵魂他也是非常成熟，他也是希望你不要太难过，不过一定还是很难过的啦。他说 BB 你好，我也做过预知梦，最清晰的一次相隔了12年才发生。我家是住在彰化的乡下，17岁的时候，我梦到我在逢甲夜市的一间服装店，是内衣店当店员，而且那间店整个墙壁都是涂成粉红色的。我自己醒来觉得这个梦非常不真实，因为在台湾很少有店面会把整间店涂成粉红色的。结果29岁的时候，我真的在那间店工作，真的就在逢甲夜市，墙壁真的就是涂成粉红色，但是那间店没有多久就倒闭了。那间店现在已经打掉，重新装潢了。这是在2022年底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有17岁梦到29岁发生，这也是蛮厉害的。再来这位观众，他是 BTS 的超级大粉丝，他梦到超多 BTS 相关的预知梦，他写 email 给我，写超级长。大家喜欢 BTS 吗？其实我也算是路人粉啦，我觉得他们的歌蛮好听的，可是我没有买过他们的专辑，我只有在收集这个口香糖的盒子，上面有救国，不错。他说在2019年12月的时候，那天晚上我没有放音乐睡觉，可是在梦里面一直听见 Boy with Love 这首歌一直在播放。半夜醒来的时候，房间是没有声音的，整个人心情非常愉悦，就继续睡回笼觉了。结果过了几天，我居然梦见了 BTS 的救国。当时我梦见的场景是在冬天的夜晚里，我坐在一个小木屋里面，我穿着白色的羊毛棉衣、长裙跟长靴，我坐在壁炉旁边取暖，然后我看见了救国走进来，拿了一杯热可可给我。他超贴心的，他知道我不喝咖啡，居然主动帮我泡了一杯热可可，让我在冬天的夜里心还暖暖的。梦里面救国的造型是穿着 Fila 的黑色羽绒服，额头前面绑着一个暗红色的发带，造型是非常可爱的蘑菇妹妹头，虽然头发长了一点，但是超可爱的，说话的声音也超温柔超贴心的。而且我必须先说，我真的没有看过 BTS 去旅行的一些影片，结果隔天我跟我朋友聊到这个梦的时候，我跟他形容我梦里面看见了什么，还有救国的造型，结果他传了这张照片给我看，跟我说我做的梦简直就是预知梦，梦中的造型就跟这张照片一模一样，是 BTS 2019年在纽西兰旅游的时候拍摄的，真是太神奇了。他还传了超多故事给我，可是好像没有办法念完，太多了。真的是 BTS 的超级粉丝哦。还有一位观众是张学友的超级粉丝。好，来看一下，张学友那时候办演唱会好像是3个礼拜，连续3个礼拜5、6日都有演唱会。他说在6月7号的时候，新闻上出现了张学友生病，没有办法如期开唱第2周的演唱会。6月7号、6月8号、6月9号3场会一起取消，顺延到明年。我那时候手里的票是第3周的，是6月14号星期五的。其实我那时候非常担心学友的身体状况，很担心演唱会会取消。虽然说很担心他的状况，可是如果顺延到明年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就在上周，也就是第2周的晚上，我在梦里面不断看到昏暗的灯光、绚丽的舞台、干冰的味道，还有我朋友坐在旁边，我们一起为学友鼓掌喝彩的那个模样，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面。
所以醒来之后，我就告诉我朋友说，第3周的演唱会一定会如期开唱的。果不其然，6月13号星期四，学友就飞来台彩排，所以第3周真的如期开唱了，真的是乐坏我了。当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感动、感恩的夜晚，谢谢学友抱病演出，他真的很专业，在舞台上他的鞠躬都是90度的。我坐在小巨蛋里面，我跟我朋友说，这个画面我看过哦，在我的梦里面，昏暗的灯光、绚丽的舞台、干冰的味道，简直是一模一样。真的是学友的忠实粉丝，好像大家都会梦到自己喜欢的偶像哦，真的很棒。那谢谢大家跟我分享这些有趣的故事，梦境真的很有趣，除了预知梦的功能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用哦。我在上一支影片也有讲到超级神准的预知梦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可以去看一下哦。我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要跟你分享，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看更多这样的内容咯。下次再见咯，拜拜。